本周末将迎来 F1 日本大奖赛。说到日本铃鹿赛道，就不得不说这个男人，他是勒克莱尔的赛车教父，也被誉为下一个舒马赫。他的一生都在追求速度，却在最后化成一道警示的鸣笛，为身后的车手保驾护航。欢迎来到车坛故事，本期为你解锁乐扣的赛车教父朱利斯·比安奇。1989年出生在法国尼斯的比安奇，他的家庭有着丰富的赛车基因，自小就对这项运动充满热情。14岁斩获 KF3 世界冠军，07年获得法国雷诺方程式 2.0 锦标赛冠军，并且结识了比自己小8岁的夏尔·勒克莱尔，两人一见如故。比安奇成为乐扣赛道上的引路人，被后者视作自己的赛车教父。然而相比乐扣，比安奇的赛车天赋或许略逊一筹，他在低级别联赛的表现并不突出，也没有获得老牌 F1 车队的青睐，只能在13年加盟 F1 垫底车队马鲁西亚。首个赛季的最佳战绩仅为13名，没有积分，更没有杆位和颁奖台。但比安奇很满足，他已经踏出了梦想的第一步。他深知自己不是最天才的车手，便选择做最努力的那个，不断提升恶劣条件下的控车能力，以及延迟刹车点的技术探索。经过不懈努力，他在14年与法拉利车队签订协议，可以在2年后正式进入车队。此时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希望。然而意外却再次发生。2014年10月5日 ，F1 日本站的围场天降暴雨，赛道的能见度极低，这是比安奇最擅长的赛道。前不久的摩纳哥站，比安奇刚刚在暴雨中获得第9名，拿到了自己 F1 生涯的首次积分，也是马鲁西亚车队的首个积分。然而在日本铃鹿赛道，比安奇驾驶着他的这辆马鲁西亚赛车，在第46圈的一个弯道，比安奇并未得到幸运女神的青睐。他的赛车在7号弯道突然失控，以213公里的时速冲出围场，撞上了营救吊车的底部。比安奇的头部在瞬间遭受254级的冲击力，超过了人类极限承重的73倍。车祸后的比安奇陷入昏迷，在经历了长达259天的死亡抗争后，比安奇最终在2015年7月17日逝世，年仅25岁，结束了他短暂而绚丽的一生。而此时距离他加盟法拉利车队的约定日期还有不到1年时间。朱利斯·比安奇这位一生都在追速度的 F1 车手，却倒在了他生涯最快的一次冲击，倒在了距离成功的曙光最近的位置。比安奇的离去令乐扣的眉眼从此蒙上了一层忧郁和破碎。2019年，乐扣在比利时大奖赛首次夺得杆位时，就选择将这份荣誉献给自己的赛车教父朱利斯·比安奇。而这次事故对 F1 赛事的安全问题敲响了警钟，不仅推动了 FIA 改进围场内的安全措施，推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比安奇条款，规定暴雨环境强制终止比赛，并改进座舱系统，更让他的17号被 FIA 永久退役，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退役的赛车编号。在比安奇25年的人生中，或许不曾取得耀眼的成绩，却成为了围场之上庇护后来车手的一道无声的屏障，让每个车手在追逐极限的同时，依旧能保持对安全和生命的敬畏。